Hello, magicians.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and good evening. So it's time that we run the AMA for the April. Today is 27th of April. So as usual, we have our CEO, Mr. Wen Tao, to join this AMA. And this time, just like the March one, we will conduct this AMA in Chinese. So Owen can speak more friendly with more details so that you can get more insights from him and understand more about what we are doing and why we have been doing that like that. All right. So without further ado, let's start with the first question. And the first question is from Crypto Alex 7. 现在我们转回到中文的这个语言第一条问题是来自 Crypto Alex，是关于 Morpheus 的陶总，麻烦你说一下咱们的Morpheus 什么时候能够测试？因为大家都蛮期待咱们自己版本的 ChatGPT 当然咱们的这个这个 Morpheus 不是为了 ChatGPT 去跟它竞争，而是有咱们自己的这个目的在咱们的3.0里面。那麻烦陶总先说一说关于 Morpheus 的这个测试。好，谢谢陶总。好的，好，谢谢 Eric。首先我们设计 Morpheus 并不是为了去做一个跟 ChatGPT 一样的工具。那对，我们在3.0中 Morpheus 它会担任一些比较重要的功能。比如说就是我们在生成这个Avatar Intelligence 的时候，除了脑电波以外，我们还需要一个这种基于大语言模型的这样一个工具来收集用户他的一些个人的思维方式。结合脑电波一起来做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另外的话，也可能我们可以通过它在未来可能在我们的这个3.0部分中，可以在基于我们 Morpheus 可能生成一些有个性的这种虚拟的人物，对，来充实这项元宇宙世界。这是我们设计 Morpheus 的一个初衷。然后目前 Morpheus 我们还在进行一些内部的测试和调整，因为大家也看到了，我们已经在向社区来征集这个志愿者来参与我们的测试了。所以是的，我们有这个计划来推出我们的这个测试版本，但目前还有一些调整的工作。我预计将会在1到2周内完成，届时向用户开放。但是由于就是我们也并没有像 OpenAI 那么多的这个computing power 的支持，对，所以我们对用户的这个测试，肯定是有一些这种像人数限制的，然后我们在后面再去慢慢的调整、优化和升级。嗯对，这是我们目前的一个计划。，OK，所以就是我们大概会在2个礼拜之内就会推出去进行测试。那当然也会就是因应这个人数去做一些限定那到时候我们会对。通过公告去告诉整个的社区。好，那这是第一条问题那我们接着第二条问题是来自 Angel Maria。那这个问题是关于咱们 Matrix 在社交媒体或者一些线上社区能够做到一些什么样的贡献，解决一些什么的问题。好，麻烦陶总说一下哈。呃OK，就首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 Matrix 在基于这个社交媒体或者是在线社区未来的可能最主要的贡献，可能也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3.0的部分。首先呢，就是我们在未来的这个Web3也好，还是说元宇宙也好，对，那么我们并不可能实实在在的时时都在这个虚拟世界中生存。对，所以呢，就是在 Web3中或者元宇宙中也有它相应的这种社交媒体。那么我们的这个就是 Avatar Intelligence，它其实是可以替代我们去处理一些相应的信息，或者去生成一些内容的。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最近在测试 Morpheus 中的一些想法。对，我们在这个其实对于这个元宇宙也好，或者是 Web3也好，就是它跟物理世界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物理世界实它是由我们70亿人来填充的，而在虚拟世界中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虚拟世界跟物理世界的区别。第一个就是我们物理世界是有70亿的人在线，对吧？
然后同时呢，我们物理世界其实是有边界的，对，我们就地球这么大，对不对？那再刨除一些海洋的空间，其实就陆地这些地方是给这个人来使用的。但虚拟世界它跟物理世界最大的区别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实中的人是不可能实时在线的，对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虚拟世界它是一个就是有无限拓展空间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虚拟世界比现实世界中它要空旷的很多。所以呢，就是它需要除了我们现实就物理世界人的用户登录进去，它一定还需要大量的这个人工智能或者是机器人在里面，他们去演各种各样的角色，给我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以及来填充这个世界。那么普通的这种，就是像游戏里的机器人呢，其实他们是不能够完全来满足我们的这些需求的。所以我们未来呢，其实是需要一些，有自主思维或者是具有一些个性化的，同时有比较强的这个反应和交互能力的这种机器人。那么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在就是做 Morpheus 跟这个3.0的时候，我们考的一些新的想法。就其实我们除了当然这个还在探索之中了，那我们除了就是来创建我们自己的这个 Avatar Intelligence 之外，其实我们也是有机会去创造一些第三方的，就是比如说我可以基于我呃喜欢的演员，对吧？比如说我喜欢这个茱莉亚·罗伯茨，对，那么我可以基于茱莉亚·罗伯茨她的一些形象以及她的一些性格，再根据我个人喜好来进行一些微调，训练出这样的一些数字人来。那么未来呢，就是可以有大量的这种数字人来填充元宇宙也好，Web3也好。那么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那么这个所谓虚拟世界也会变得有更多的可能性和更加有趣。对，这个是我们就是目前在探索的。然后另外就是在线社区，其实在线社区这个我之前也聊过一些。在线社区其实目前更重要的就是现在常见的像这种道的组织。那么道组织呢，其实我们并没有办法去，我们人是就是肉体凡胎是没有办法去实时的去参与各种各样的道的行为的。那么这个其实我们如果是可以用一个就是和我们价值观一致、思维方式一致的这样一种分身，它可以去实时的去处理很多的可能没有那么重要的事情，那么也可以让整个社区的治理变得更加有序，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时时刻刻的这样一个去中心化的治理的社区。这个是我们目前在做的一些探索，以及我们未来可能在这个领域能够产生的一些产品和贡献吧。好，谢谢。不好意思，刚才我有点咳嗽。陶总，刚才你提到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怎么能够透过 Morpheus 或者咱们的这个3.0，让这个社交媒体更加有趣。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点。刚才你也提到过，就是比如说你可以学习其他的这些名人呐、或者是某一定对，的一些人，然后你去学习，然后透过这样子。那其实这个跟现在咱们普遍在用的，比如说 ChatGPT，那你在输入那个 prompt 那个提示的时候，你可以也是有类似的功能，就是你要 ChatGPT 当成是一个，比如说是一个 AI 的科学家，或者是一个化学老师，或者是某一定的这个角色。那这个也是我们从文字上面去表述的。那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的这个 Avatar Intelligence，就是我们的 ABI，然后通过 Morpheus 去对，实现这种有趣的这个 Avatar 的这个玩法，或者是一个训练出来的非常有独立个性的人啊。那这个就是跟对。文字有不一样，就是一个真真正正在一个 Web3 的这个世界里面的一个Avatar 去帮你体现了更加好玩的这些特性哈。这是刚才陶总跟咱们分享的关于在社交媒体方面的一些贡献或者一些新的有趣的这个想法。OK，谢谢 Owen。那接下来咱们进行第三条问题，来自 Rabbit 4234。咱们 Matrix 怎么样能够解决潜在的问题，包括在数据的这个拥有权，还有这个 governance，怎么样能够确保用户对他们自己的这个数据
控制在他们自己的手里面Owen，麻烦你。这个问题其实综合起来分为这样，我想想啊，分为这样3点吧。对，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就是要，其实这个我们在这个2.0的版本中已经实现了绝大部分的功能。对，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要解决一个数据的所有权确权的问题。那么这个其实对于区块链来说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功能，就是我们当数据上传的时候，区块链通过时间戳的方式来对这个数据的所有权进行一个认定。那么其实未来去追溯数据的所有权的时候，我们就按照最早的原则其实就可以了。那么其实谁先上传的那个数据所有权就是谁的。对，这首先解决了一个所有权认证的问题。第二个呢，为了避免数据的一个就是被很容易的 copy 走，比如说我们今天如果是把数据存在像阿里云或者是像 AWS 上，其实对于这个阿里巴巴或者是亚马逊的工程师，他们是可以看见我们全部的数据的。对，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隐患，他们也可以很容易的把我们的数据给 copy 走。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解决了确权之后呢，下一步的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其实就是把数据进行一个分布式存储。那么现在呢，就是 Matrix 上已经部署了这个我们自己的 IPFS 网络，就我们也希望在未来能够去找一个更加成熟的第三方的一个网络来支持我们的数据存储吧，因为毕竟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情嘛。但目前来说，就是比如像这个呃 Filecoin，他们目前还也不能很好的满足我们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一直还是在用自己的一个 IPFS 的网络。那么这个当我们数据上传到 IPFS 网络上之后，其实每个节点它只有数据的很小的一部分，它看不到数据的全部，所以它没有办法来使用这些数据。所以从这点呢，来避免数据一个被拷贝的风险。那么最后一点呢，其实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数据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进行一个分离。能够执行这个目标的，其实需要2个非常关键的技术。第一个技术呢，就是分布式计算。对，这个我们目前 Manta 已经实现了这个功能。分布式计算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假如举个例子，比如说 Eric 想用我的数据来训练一个人工智能的模型，对，那么在 Manta 上呢，那么我的数据会分成很多份儿，在不同的机器上同时使用。对于 Eric 来说，他其实没有办法去拿到我数据的一个完整的 copy，所以呢，就是 Eric 你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结果，但并不会得到我的数据。对，这个是第一点非常重要的，使用一个分布式计算的这样一个技术。在此之上呢，其实我们还需要一个就是更重要的一个就是隐私计算的技术。就是说，那每一个节点在用我的数据去计算的时候，它其实是这个看不到我的数据的。虽然我的数据被切成很多份儿，在很多节点上同时进行计算，那么更完美的方案其实除了分布式计算之外，在这上还需要做一层加密，就是每个节点在使用我的数据来计算的时候，它也看不到完整的数据。这个我们目前还没有完全实现，这个我们在未来也会逐步的探索，来完善这个功能嘛。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让用户的数据，第一在区块链上得到确权，在分布式存储中去安全的保存，同时呢，用分布式计算来让用户的所有权和第三点就是我们使用，我们需要将用户的这个所有权和使用权来进行分离。现在我们采用了这个 Manta 的这个就是分布式计算的方式，然后已经可以将用户数据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在未来呢，我们可能也希望来升级一下，加入类似于像隐私计算的这样的技术，更进一步对用户的数据来进行保护。这是我们目前已经完成的一些工作和在对未来的一些展望吧。好，谢谢。好的，谢谢陶总。另外接下来一题是来自 Hub 21，咱们 Matrix 这个长期的目标是什么呢？然后怎么样去就是衡量咱们成功与否？好，我们目前的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包括我们从一开始的就是设立 Matrix 这个
项目的这样一个初衷。当然，我们也是受到了这个《Matrix》这部电影的影响。嗯哼，对，我们是希望有一天可以实现电影里的一个场景。所以呢，就是从我们最长远的目标来看的话，那么电影《Matrix》是我们一个最终的理想的一个想要完成的一个目标。那么从短期来看呢，就是我们设立了这个 Matrix 3.0的这样一个工作计划。那么这个工作呢，在未来目前来看，大概会分为几个阶段吧。对，我们也会围绕着这个工作目标，这个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官网上和前面的一些文章中都有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介绍的。我们嗯哼，会围绕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来实现。第一步，我们可能在短期内会实现的，可能就是我们基于脑电波的一些最基础设施的一些建设。对，然后再下一步呢，就是围绕着这些基础设施，我们的数据来进一步提升数据的质量，以提供更多的应用。那么再下一步呢，就是看看是不是能在这个脑电波中去寻求一些更多的数据的采集，一些更深层次的应用，然后来建立这个我们的这个在虚拟世界中的这样一个分身，然后一步一步推进到我们的这个呃就是电影《Matrix》这样的一个境界。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会根据我们的一些技术的研究，以及我们在测试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也会发现一些，我们在最开始设计路线图的时候想象不到的一些新的一些应用的机会。目前我们就发现了一些，可能在6、7月份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有一些，跟我们路线图原来不一样的一些功能的一些介绍和展示。对，那么如何来评价我们是不是能够这个成功的影响？我觉得其实关键就是两点，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产品好不好用，它是不是真的能解决问题，真的能帮我们去在这个 Web3或者是元宇宙中有些不一样的体验。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更重要的一个指标，我认为是有多少人来使用我们的产品和服务。对，那这个其实在未来的话，其实随着我们的推进，包括测试、再商业化，其实这些都会一步一步展示出来的。那么一个好的，我们都觉得好的产品没有人用，那它其实也是失败的。对，艾瑞克，你静音了，艾瑞克。欧文跟大家分享呢有几个要点。第一个就是随着我们越深入的，就是探索我们的 Matrix 3.0，还有就是在这个科技的这个不断演化，我们也会针对路线图去做一些修正，让整个路线图更加有质感，还有更加落地。所以我们会根据路线图的这个时间的推进，我们也会修正这些路线图，让它更加有趣，可以在之后的这个成功或者场景化做得更加好。那在接下来6月份我们要交付的这个第一阶段，我们也会做一些调整。那这个详细我们会在公告的时候跟大家去说哈。那另外就是刚才陶总也提到过，就是脑电波这个事情。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是关于就是我们怎么能够防止就是我们就是收集得到的这些脑电波会不会存在的一些风险？好，陶总麻烦你就是解释一下哈。好的。目前来说呢，我们的这个就是非商业化的，就是目前还没有商业化的。我们目前在这个就是在脑电波方面的已经产生的一些应用，我可以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第一个呢，在医学方面，医学方面呢，就是目前在做的一些尝试，就是第一个包括这个就是我们对这个抑郁症患者的一个诊断和治疗效果的评估，其实就是在传统的方式中都是通过这种问答和观察方式来进行评估的。那么我们在新的这个体系中，我们加入了这个脑电波的评估。其实抑郁症患者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如果他说了一些假话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脑电波来判断他对一些东西是不是兴奋。对，这个其实可以很好的评估它的治疗效果，以及我们可以有效的去对抑郁症的患者进行一个有效的确诊。
这个另外呢，就是在其他方面呢，就是其实是跟教育相关的一些方面了，其实跟医学也是有关系的。那么在一些这个注意力有缺陷的儿童方面呢，就是我们可以很早的发现他的注意力是不是有缺陷，这个其实在脑电波上都是有这个有展示的，就是可以看得出来的。然后同时呢，就是可以针对他的脑电波的波形，给他一些针对性的指导和治疗。对，这个是我们目前在医学上可能已经可以做到的一些事情了。那么至于在游戏方面呢，其实我们也是在做一些探索。呃，我们目前在游戏方面可能可以实现的场景，这个我想在未来的可能在这个6、7月份我们展示项目的时候，可能大家也会看到一些这个比较详细的一些东西。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用脑电波去，实现一些这个，比如说我通过用我的注意力去控制一辆赛车的行驶，对，它的速度是什么样，它是不是可以走直线，对，这个是目前可以做到的一些程度。但是仅仅用这个脑电波来实现一个游戏效果呢，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你不能在这里面去感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游戏乐趣。它可以做的事情呢，就是基于脑电波的目前游戏目前的大部分的，效果其实还是以这个，就是叫什么训练你的这个，比如说注意力啊，你的大脑活跃度以这个目标为主，并不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所以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在里面去做了一些拓展。我们目前有一些套件的，当然这个跟我们的这个3.0其实，是有点偏差的。就是我们发现除了采集脑电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采集这个我们身体的肌肉的一些电波。对，比如说当我在举起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可以明确的看到我的哪块儿肌肉在发力，然后发力程度是什么。那么这个应用场景是什么呢？其实现在大家也会去玩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微软的 Kinect 的这种体感游戏，或者是像之前那个任天堂的这个 Wii 的这种体感游戏。对，他们就目前市面上的体感游戏大部分是通过摄像头来捕捉你的动作来实现的。那它其实是有一些问题在里面，比如说它不能很精准的去评估你的动作，然后同时呢，就是当很多人同时游戏的时候，它又会很混乱，它没办法去这支持很多人同时玩了。那么这个其实从机电的角度来说呢，那可能可以在这种体感游戏方面有一些比较多的拓展。比如说它首先可以精准的判断每个人的动作，因为它很清楚的知道你哪块肌肉是伸张还是收缩，它的程度是什么样的，这个已经很精准了。然后同时它也可以支持很多人一起来玩儿。对，所以呢，我相信如果是我们想去做的话，或者有兴趣的这个游戏公司来找我们进行合作的话，那么这个我认为未来会成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种新的体感游戏的方向。同时呢，就是在这个我现在在元宇宙中，未来除了脑电波以外，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机电加进去，就是用户对于这个元宇宙的这个体验，应该也会有一些呃全新的感受和认知吧，肯定跟 VR 是完全不一样的。对，这个是对我们的一些想法。然后至于如何去防止脑电波的漏洞，其实我们目前在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包括我们可能在接下来会给大家展示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在努力的去呃就是寻找这个脑电波的里面的一些唯一性的因素。我们希望把脑电波做成用户的一个类似于指纹的这样一个，就是可以做到生物信息认证的级别的这样一个东西。那当有了这样一个东西的话，其实，这个漏洞就不是很难、很容易去捕捉了。你像指纹，我们目前是，市面上比如说有一些指纹贴，我们是可以去复制其他人的指纹的。对，那么比如说像基因的采集又比较麻烦，那么脑电波我觉得未来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唯一性的一个生物信息识别。那么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防止脑电波的漏洞，我觉得也可以很大程度上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对，这是我们目前在做的一些工作啊。谢谢陶总。那你回答的很详细哈。那个事不宜迟，那么接着下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关于 ChatGPT。Eric，下一个问题我忘记删掉了。OK，对，那好了，个下一个直接问题，直接再往那下一个了。那我们说一说，就是
有些人这个有兴趣在咱们的这个平台上面去做开发，那我们能不能够提供一些，比如说线上的一些课程啊，或者是活动，让他们知道怎么能够在咱们好的，陶总，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麻烦你。啊，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我们现在有一些开发文档，包括在主页上的 Docs 来介绍我们的项目相关的一些内容，包括在上面开发一些文档。当然，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些内容还不够详尽啊。我们基于你这个建议，我们可能会考虑我们在适当的时间，我们来组织我们的人员。来针对于每一个部分都用视频的方式给大家进行一些讲解和展示。就好像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个关于整个 Manta 部署和使用的视频一样，那么未来这些视频也会同步在我们的官网上。大家其实通过这些视频就可以有一些这个比较详细的一些得到这些操作的指导和指引。那么如果有其他额外的问题，那么我们再整理出一些问题，然后如果问题是很多，同时有典型性的话，我们也会针对于这些问题再来录制新的视频或者是做新的指引。用这种方式来帮助大家使用我们的工具，以及在我们的链上去部署新的应用和开发。好的。那刚才陶总有说到就是 Mentor 的这个展示视频做一个例子，那也是因应这样的一个情况针对在技术方面的开发，那我们在官网里面有一个地方叫 Resources，里面应该有你就是大家希望能够找得到的这个资料。那当然如果还有其他需要的话，我们会用这个视频的方式去做一些讲解，甚至是比如说大家有一些关心的这个技术问题，那我们也可以展开一次的这个那所谓的 TikTok 针对这些技术的问题去做一次讲解。好，然后那在这些的这个技术环节里面因为我们的技术人员都是这个华人，所以到时候会用就是这个普通话去做这个讲解，那到时候再配上字幕。好，这个是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一个类似 TikTok 的方式去针对某一个题目去做。好，那这个是EB Magic 的这个问题。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是来自 Bright Patrick，这个是关于他有个提议，就是咱们现在是在2个交易所，中心化的交易所，包括 KuCoin跟 MEXC。那他有个提议，就是说能不能够提供一个质押，跟这些交易所提供一个质押的这个合作，去看这个问题。好，那陶总，您这边有什么这个看法，想要跟Bright Patrick 分享的吗？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我们也会跟这两个交易所来进行一些沟通，看嗯哼，看，第一，他们有没有历史上做没做过类似的案例，然后是嗯怎么做的，然后我嗯嗯是不是适合我们符合我们的一些需求。嗯对，在这个事情之前，其实如果你想去做一些 staking 的话，其实你可以去选择，建立或者参与一个我们的验证者节点。其嗯嗯实这个和一些staking 的方式是有些接近的。那嗯嗯作为一些验证节点，你需要在里面去质押一些我们的慢，然后你也会获得相应的一些收益。当然，我们嗯也会去推进你的这个提议，我们和 KuCoin 还有这个 MCXC 去讨论一下，就是是不是可以跟他嗯嗯们有一些类似的合作。好，谢谢。嗯嗯，OK。Hello，Brad Patrick，这个事情我会去处理首先跟 KuCoin 去看看这个能够怎么样展开这个合作，然后他们需要我们的一些什么东西，那我们会继续跟进这个事情。好，刚才陶总也就是回答了这个 Brad Patrick 的这个问题，那接下来是咱们这一次的这个 AMA 的最后一条问题，那这条问题也是来自 EB Magic。
这个说是大致上有几个问题吧，一个就是不好意思，就是 Manta 目前在用的、在跑的这个应用包括什么呢？还有即将会推出会即将会在 Manta 上面用的应用会是什么呢？这是第一。那第一个就是 Manus 目前已经在用的这个应用是什么呢？然后接下来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应用会在 Manta 上面去跑了？那这个是EB Magic 的这个问题啊，看看陶总有没有一些什么东西跟EB Magic 分享一下。好，谢谢。好的。首先呢，就是我们 Manta 目前在用的就是我们的 Manus 目前使用的这些人工智能服务所使用的算力都是由我们 Manta 的这个平台来提供的。同时，我们在 Manta 上也增加了一些这个新的功能，包括一些图形图像识别的一些自动机器学习的一些部署。对，这个大家在 Manta 上就是等 Manta 视频推出来，大家是可以看到的。然后目前的这个功能，我们也已经找到了一些合作伙伴，包括一些高校和一些需要这个机器视觉的企业。对，这个是 Manta 目前我们在使用的一些场景。那么在未来呢，就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场景，就是我们的 Morpheus 也会使用我们的 Manta 来进行相应的一些操作，包括我们未来的我们的3.0的一些东西都会使用这个 Morpheus，都会使用 Manta 来进行应用。目前我们的 Morpheus 已经部署在 Manta 上了，只是还没有向大家开放测试，相信大家也可以很快看到这个新的产品。那么 Manus 未来的一个使用的情况大概是这样的：Manus，目前它上面有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的小程序，就是各种各样的应用，包括像这些一些比如说对一些这个标志性建筑的识别，包括人脸识别等等。我们未来是会把 Manus 打造成一个开放式的平台。那么这个开放式的平台呢，除了我们自己将我们一些成果分享上去之后，我们也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个人工智能的科学家，把自己的好用的这种基于 AI 的应用或者是一些功能分享在 Manus 上。那么就是分享在 Manus 上呢，Manus 会作为一个开放式的平台，任何人都可以用 Manus 上面的 API 去建立自己的人工智能服务的平台，或者是这样一个，经就是济模型。对，或者是集合在自己的这样一个应用里。那么这些提供服务的这些科学家，他们就会根据别人使用他们的服务的次数来受益。同时嗯呢，就是这个对 Manta 也是有一定好处的，因为所有的这些服务是基于 Manta 的算力来进行提供的，所以有人在使用 Manus 上的服务时，如果你的这个节点被选中了为服务去提供算力的话，你也会获得相应的回报。对，然后在近期、长期未来的一个发展，我们在短期内会对我们 Manta 的这个运营策略会进行一些调整。对，我们由于最近的这个 AIGC 的一个大规模的这个爆炸式的这样一个增长吧。对，我们 Manta 在短期内将不会专注于向所有的领域去提供一个通用化的 AI 解决方案。对，我们可能会专注于 AIGC 这个领域，包括我们现在把 Morpheus 部署在这个 Manta 上，也是做这样一个尝试。对，所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Manta 可能会专注于 AIGC 这个领域，希望可以跟着 AIGC 的增长，一起为 Manta 来提供一个更多的增长。对，这是我嗯们的未来的一些计划。嗯，对，现在 AIGC 都很火，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然后也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东西。那现在大家都在讨论 ChatGPT 3.54甚至有的在讨论就是5还有这些Midjourney Stable Diffusion 等等等等这些，所以这个 AIGC 肯定是一个这个全球都在一个增长的一个方向或者增长的一个事态，那咱们把这个策略去调整，也是一个因应市场的这个调整而调整啊。
那陶总，在咱们结束这一次的这个 AMA 之前呢，呃，我们在AMA 里面有提到过，在咱们的6月份的这个交付的这个东西里面，我们也会有调整，能够稍微的透露一下，大概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呢？稍微的透露一下。好的，就是，我们在整个6月份的这个工作呢，就是，首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3.0的部分，刚刚其实有一块儿我已经提到了，就是我们对于这个，Manta 开放式平台的未来使用场景，我们可能会做一个调整，并不会继续把它向一个通用化的方式去推动。可能短期内我们会先把它集中在 AIGC 的这个领域，那这是第一个调整。嗯第二个调整呢，在这个主要是我们在3.0的这一块儿了。3.0这一块儿呢，我们也不会在这个6月份的这个阶段就会去推出一个通用式的，即就是面向于各种各样的这种脑机芯片数据的这样一个展示和平台。对，因为我嗯们发现在这个过去这个几个月的工作中，我们发现这个想快速达成这个目标，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对，因为我们也嗯嗯是在做一些探索，所以嗯呢，就是在6月份的这个阶段呢，我们还是会主要围绕着我们和合作伙伴的这个脑机接口的芯片和用嗯这个标准和数据来做我们相应的一些应用。当嗯然在6月份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大家去展示一些这个使用脑电波的一些应用，包括我嗯们也会展示一些这个，包括我们使用这个脑电波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希望做到的这个唯一性的这样一些展示。然后嗯嗯除此之外，我在这次 MA 中，我也提到了，我们除了脑电波之外，我们可能在这个肌电，就是肌肉电波中，也会有一些这个未来可能有些机会吧。那么这个我们也希望可以在6月份、7月份的这个展示中给大家一些演示，然后大家也嗯嗯可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技术在未来是不是有一些这种好的应用场景和市场。嗯嗯，OK，我不好意思，我觉得这些调整都是一个，就好像市场的一个市场的行为，都有一些所谓的一个调整，那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尤其是，我们越深入的去，这个实际的展开这些开发工作的时候，越会明白，里面到底我们更加应该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去做，然后也趁着。这个不同的话题或者是世界的这个潮流去做一些调整。那我们这些调整都是为了更好的去把整个项目做得就是更好或者更加落地哈。那在这个6月份的时候或之前，我们会做出这个公告。然后也会把一些我们在六月份或者7月份我们会展示给大家看的东西都会详细的列出来。好，OK，那这个是咱们不好意思，4月份的这个 AMA，那这次的 AMA 就先到这里，谢谢陶总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这个资讯，那相信就是我们的这个 Matrician 都能够对咱们的这个项目还有做这的一些理念呐、或者一些调整有进一步的这个了解，还有就是明白为什么我们会这样的去做法。好，OK，那这一次的 AMA 就到这里，谢谢陶总谢谢 好，谢 Matricians，OK，谢艾瑞克，拜拜。拜拜，Community。